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3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2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5.57，收盘价是263.55，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6.10。最低价是在260.57，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6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也在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4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76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趋于合拢，我们会看到快线即将下穿慢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下行的走势。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缩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向多头趋势转变的强度在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下影线的实体中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横盘后的下跌中，或者说是向下突破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开盘之后股价即在开盘价附近出现了震荡。然后经过短暂的震荡之后股价在盘中是开始下行。那么也就是说，大幅下跌之后，在盘中股价一直是在低位震荡。那下方呢是在260附近遇到了支撑，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中下部，留下了短下影线。那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不仅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也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同时呢也跌破了3月2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也就是说，目前收盘价确认了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来回顾一下股价在这一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在3月25日出现的吊人线，这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我们会看到当日也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出现了回档，但收盘价并没有跌破吊人线的最低，也就是并没有确认变盘向下。然后呢，在3月27日，那么股价的收盘价呢，仍然是收在了这根吊人线最低的上方，也没有确认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但是呢，在3月27日新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墓碑线，那么这根 K 线呢，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我们在前一次视频当中提到过，连续出现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292还有266将是股价日后突破的重要标志。那么到了3月28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的收盘价是跌破了266，那也就是说确认了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大幅的量缩。那说明呢，当日虽然股价在下跌，但是呢卖盘并不多，主要是空头力量。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我们认为将会出现一根补量的下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很有可能会生成一根实体长红 K 线，或者说呢至少会我们认为会回补一部分缺口。那这是我们对这根单一 K 线的解读。好，那么股价目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向下突破，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我们来
再来长期的，或者说是再来看，如果对于长期目前股价的趋势，它一定是空头趋势。然后我们再来看，在3月11日在这个地方出现最低点之后我们会看到股价出现了反弹，反弹再回档，这个最低并没有跌破它，因此呢下方是底高。然后在这个地方股价又出现了强势反弹，那么我们会看到头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又经过了一个回档，实际上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隐形的小的多头趋势，但是这个多头趋势并没有被确认，因为虽然我们在这里分析叫底高，这个地方叫头高，但是我们会看到连续从3月11日一直到3月21日，这一直是横盘的走势，也就是都是在这根抱有大的成交量的红 K 的实体范围内进行横盘。所以我们可能可以很牵强的说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形成了这么样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所以如果我们基于这样的一个信息来看，股价目前现在出现了回档，说有没有反弹，我们认为如果出现反弹呢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短期的隐形的多头趋势而言的。那股价在3月31日有没有反弹的可能？我们认为唯一的条件就是在3月31日盘中不出现新低，也就是说不出现低于260的位置，然后呢一直是在它的上方运行，然后在近1-2个交易日股价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认为呢股价将会延续这样一个小的多头趋势继续上行。也就是反弹的条件是3月31日盘中股价不能够出现新低。好，那当然我们再去向后推演，就是如果股价回补了这个缺口，那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只要股价不跌破3月18日这根 K 线最低，也就是222，那么这个隐形的小的多头趋势依然是存在的。好，这是我们对K 线的解读。我们给出判断，就是依据目前这根 K 线的线型，包括它的位置，还有成交量，那么我们判断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跌，很有可能会回补这个缺口。好，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那我们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收盘价在270，另外一个呢是在262附近，也就是这2个点位我们给出的一个是不形成向下突破，也就是没有跌破266，而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认为股价会到262收盘，会跌破前低。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也是给了2个收盘价的点位，一个是在278，另外一个呢是在286。那很显然，股价在当日是延续着我们第一个可能的走势来运行的，而实际在3月28日收盘价是263.55，股价是出现了下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收盘价262，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呢，当日的走势也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我们预测的走势这个最低的位置会更低，而实际是在260就遇到了支撑。
但是呢，上方是没有问题的，也就是在5日均线值遇压而出现了反转向下。好，那这是我们对前一个交易日预测的一个复盘。好，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3月3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17。那目前我们会看到，之前我们给出的266是关键标志位，还有一个是256，再有一个是234。那因此我们会看到，股价目前继续下行，仍然是256，还有一个是234。那这两个位置是重要标志位，因为也就是说，只要跌破这个重要标志位，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的走势。我们在之前说过，266是重要标志位，股价收盘价一旦跌破它，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是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么进一步下行的这个目标呢，位置重要的标志呢就是256。那么256如果被跌破，将是234。好，那这两个位置如果被跌破，我们会看到这一波反弹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旦234被跌破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去测试217的。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这个目标如果被跌破呢，将会继续延续这样一个长期的空头趋势。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182，然后第三个目标是138。好，这是我们说股价的下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上行第一个目标，我们先不做调整，仍然不变，因为在292这个地方是否成为一个头部我们还要观察1-2个交易日才能确定这个地方能不能形成一个头部。好，那么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仍然是304。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5日均线值将是重要的标志。5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3月31日是从271到276，它包括这根 K 线最高。同时还有一个位置就是292，那这两个位置被站上，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到达304。而304如果能够被站上呢，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自历史最高以来建立的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那么继续向上，第二个目标就是367，第三个目标是420。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说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31日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呢是在271附近，也就是前面这根墓碑线的最低。那么股价呢在3月28日盘中一直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低位。那么到了3月31日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是这根新生成 K 线实体的中线，是在270附近。碰巧呢这个位置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在这个位置。好，那也就是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股价无论是低开盘还是高开盘，只要反弹到这个位置不能突破，那么我们认为呢，股价呢将会继续下行，也就是股价将会出现下跌的走势。那只有股价在盘中能够在270上方运行，那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关注270的理由。好，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
好，周 K 线图，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3月24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下跌出现止跌信号之后的反弹中。那当周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收盘价是站上了前2个交易周它们K 线的最高。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样一个下跌的过程当中，连续2周出现的是止跌的信号 K 线，然后呢在3月24日当周收盘价是超过了他们的最高，也就是确认了止跌成功。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在当周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好，那一旦止跌成功呢，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反弹。但是我们还要看在3月24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含有长长的上影线，这是一根倒垂线。或者其实如果这个绿 K 的实体更小呢，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墓碑线。那出现这样的 K 线呢，通常它是止涨的信号 K 线，也就是刚刚止跌成功，股价出现了反弹，现在又出现了止涨的信号 K 线，并且是带有大的成交量的。那说明股价在反弹到高位的时候是有卖压出现的。所以说呢，在当周股价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止涨的信号。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一个这个信息，就是当周的收盘价是263.55，然后呢在周 K 线图当中5均值是在263.57，也就是说股价在当周的收盘价是仍然是在5均值的下方。所以这样一来其实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继续反弹的压力还是蛮大的，也就是它给出了不确定性的信号。好，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目前出现一个带量的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将会出现下行，对，也就是回补这个缺口。那么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我们认为5均值呢将会成为一个压力。好，那么只有日后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是在292这个位置。那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它，将会瓦解这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同时我们也想这个说明，一旦日后也就是或者是在接下来的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92，那我们会看到连续几个交易周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那么也就是说换手成功，那么股价将会继续上行。我们认为会去测试20均值，在周 K 线图来说。好，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那么只从 K 线信息来说，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有下行的一个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周K 线的解读。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一个交易周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次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说在3月24日当周，如果股价收在高位是会收在275，如果收在低位呢会在206附近。周中我们给的观察位是3月10日当周这根 K 线的最高是在254附近。那目前股价是站上它，也就是确认了止跌成功那么但是又生成一根止涨的 K 线。
那周中我们会看到股价一直是在254上方运行，因此是收在了高位。好，那到了3月31日当周，也就是4月份的第一个交易周，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如果出现继续反弹，收盘价会在295附近，在这个位置。好，也就是说，一旦出现反弹呢，我们认为将会像我们刚刚说过的，站上前高，瓦解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呢对，将会有继续上行的走势。好，那么如果是收在了低位，我们认为应该是收在245附近。245是在这个位置，对，好。好，那么在周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是在256这个位置。256呢是前一个交易周这根 K 线的最低。那么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如果能够在256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将会出现反弹的走势，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区域进行横盘。但是如果在周中股价一直是在256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回补这个缺口而出现下行。但我们不认为股价会跌破216这个位置。对，当然在接下来交易周，如果收盘价到达245，那也就是跌破了前低，也就确认了这个止涨的信号 K 线。那么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交易周，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的走势。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来回到日 K 线图，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最后一次加仓呢是在3月24日，在280附近。那这15%的仓位成本价是在254附近。那么之前我们给的停利的位置是在266，我们给的止损位是234。那到了3月28日，收盘价是在263.55，股价是跌破了266。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这样的一个仓位，可以是停利出场。停利我们指的是停止利润的损失。好，那么如果想承担更大的风险，想继续等待股价回档，或者叫回后再上涨，等待做多，那么对于这个仓位可以继续持有。那么继续持有呢，止损位我们仍然给234这个位置。好，这是我们对于这个多头的描述。那么如果在3月24日，因为每一次加仓的位置都是初次建仓的位置，如果是在这个位置进场5%做多，那么目前股价并没有跌破256，因为我们给的止损位是256，所以说呢，这个仓位可以继续持有。那么到了3月31日对于这5%最后进场的仓位呢，继续守止损位是守256。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5日均线值是在276附近，然后还有一个位置就是292。
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仍然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我们测算在3月31日将会到达255附近，这是空头的目标。当然还有下方的234和217。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3月3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71到276，它包括前一日 K 线的最高。第二个压力位是在292，第三个压力位是300关口到304，第四个压力位是330，第五个压力位我们取整数关口350这个位置。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从255到260，在这个区域，那其实也包括前低。然后第二个支撑呢，我们取缺口的中线是在253，这个位置应该是一个强支撑。然后第三个支撑是在234，第四个支撑是在222，第五个支撑是在217。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3月3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8，下方最低会到达253，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8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下行，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继续的下行。那这样继续下行呢，我们认为这个缺口和各条均线值能够支撑住股价。那我们预测呢，股价虽然会跌破了前低，但是呢不会出现大幅的下行。好，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是我们认为股价会反弹，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0，上方最高会到达278，也就是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如果出现这样反弹，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3月3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